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目光塔罗的频道。今天我们聚焦一下当下，看一下你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信念，需要相信什么。我们一起深呼吸，集中注意力，放空大脑。大家可以通过点赞和本视频交换能量哦。我们来看一看，在你面前一共有3张牌，然后还有3颗糖果。第一个是番石榴，第二个是菠萝，第3个是葡萄。OK，凭借第一感应，选择和你感应最强的那一个吧。看不清的小伙伴可以按一下暂停键。那我们现在开始解读啦。这里是第一组选到的是番石榴，我们先看主牌，是一张 Two of Swords， 宝剑2的逆位。你想要相信你的身体里面，它就是有类似于黑白2个灵魂，它们是密不可分的，然后它们都是在为你出战，就有光明面跟黑暗面聚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能量，就像连体婴儿一样。有时候你可能会花很多心思去研究自己，或者去了解自己，然后发现好像无论怎么去进入到那个空间里面都是不可解的谜题。就是你会发现你可能不理解很多事情，但其中你最不理解的就是你自己。你要相信自己，就你这个人是无解的，它就是一个无解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你想让自己过得更加畅快，更加轻松一点的话，宝剑2的逆位就是多把目光从自己身上挪开。你要相信你的目标不会因为你现在脱离开自身，它就会离你而去。就你可能需要暂时的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者关心一下更大的一些课题。因为你的能量如果完全聚焦在你身上的话，就像有丝分裂一样，你会有很多的纠葛，然后也会有很多那种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情绪啊什么的，就你会进行一种类似于自我攻击。但如果说这个能量向外释放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缓冲吧。这宝剑2的逆位其实就是如果你什么都不想，你还是会可能攻击到自己，或者伤害到自己。那如果你去想一些其他的一个课题，你的目光反而会变得比较的客观，然后也会比较的中肯，看自己的话就会比较苛刻，觉得就你会发现你可能对别人的不满意，某种程度上也带有你对自己不满意的成分，这样子你感受到的能量其实是双倍的伤害。宝剑2逆位就提醒你说要适当的把目光从自己身上挪开。那我们补贴一下，看一下这个信念怎样构成，就是说怎样让这种信念稳定下来。这里是星币10的逆位，财富的一种积累，然后权杖6，你要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钱办不到的。你可能觉得有些时候人要活得不那么的庸俗，宝剑2逆位经常是自己对要求会非常高，就是也可能会觉得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 level 上，好像才配拥有一些东西。但是星币10会提醒你说你本身就有，或者是你有些一直以来自己忽略的优点，一直以来你习惯性就是肌肉记忆去这么做的。但是其实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放到更大的环境里面，已经是超过非常非常多的人了，甚至可能是有些人一辈子都望尘莫及的奢求的这样一种品质、一种地位和一种天赋，它有点像被埋藏在你心里，然后你故意不去看到它，你会觉得那个东西本来就有，好像就没有什么挑战的勇气了。但是这里的权杖6啊，是奔赴向这个星币10的，也就是讲，你要相信你的这些你自以为很正常的品质和才华，会有人来看重，会有人非常的重视，就会得到重用。因为在一个求新求变，或者是每天都是日新月异的一个状态里面，大家的心性都是不稳定的，但是你有比较强大的那种独立的一种能力吧，就是不为所动的那种能量啊，这个会让真正需要你的人，他会来找你，你要相信这一点。它其实有点吸引力法则，你不需要去改变自己很多，或者你不需要把自己有点像切割成很多块，然后在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就戴上面具去应对，这样子也有可能回来的时候会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找不到那个完整的状态了呀。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体，然后不要试图一口气就了解这个世界，或者了解你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透，或者把其他人想得很彻底，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切，因为你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因为你很适应外界的变化，所以反过来你自己内心的稳定性的部分你会慢慢忘记，但其实你内核是稳的，你有不变的东西，你要去抓住一些你觉得不变的东西。有些时候适当的积累一些财富，积累一些沉淀或者一些知识，旧物重温，
或者是要相信一些旧的力量，一些复古的力量，一些传承了很多年都没有被推翻的真理，它是超越一切的，那它就存在于平凡的事物当中。然后权杖6的情况就是你不需要太过激进，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双向奔赴的，它并不是一个奢求，你要相信双向奔赴这个事情。然后一旦你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是你花的力气比较大了，那这个事情它跟你是有差异的，就是说你们会渐行渐远，即便这一刻遇到了，也可能只是擦肩而过。所以要相信，就是沉淀的越久，时间越长的一些关系，一些理念，它是不会变的，它是经得起考验的。这是给到第一组牌朋友们的解读，然后喜欢我的视频，感到有启发，欢迎帮忙给我点赞订阅哦。这里是第二组，选到的是菠萝味糖果，甜蜜的菠萝味，出现的牌是 Ten of Wands， 是权杖10。你要相信你的底气比一般人强很多，你有非常强大的勇气，你有自己想象不到的一个意志力跟忍耐力，而且是越挫越勇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可能这一组第二组权杖10，现在就是很有压力的一个阶段，但是你很想要停止一件事情，你的灵魂不允许你停下来，因为你会有一种潜意识觉得我停下来了，我就是走下坡路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种感觉。只要不是在走上坡路，我停一下，我可能就会退步什么的。但是你要相信，你只要这样想了，即便你停下来，你也不会退步，因为你不允许自己退步，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不努力，你的力气、你的精力也会放在其他地方。所以权杖10确实是有过度的想要把自己变得非常的完美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你会焦虑那种不完美，可能也会过度去查看一些东西，或者是去检查一些事情有没有做好，然后一旦可能有点差池啊，你会还蛮难受。所以权杖10逆位提醒你需要相信自己是 OK 的，你不需要太拼命，你要相信即便不拼命，你也可以做得很好，即便你躺几天或者是躺个几年，甚至都没有问题，因为你之前的累积已经是很丰富了。就是你现在很年轻的状态，其实你的意志力，包括你的对事物的一种坚持度、忍耐性、韧性，就是已经像是那种经历了10几年沧桑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口气，相当于是无论时间多久，你都愿意去等待，哪怕非常煎熬，哪怕你会遭受到很多不理解吧。但是我觉得这第二张牌是你只要自己觉得有意义就好了，就是你要相信，只要你觉得有意义，那就是有意义的事情，你不需要去问询其他人的意见，也不需要去特别想要去呈现一个其他人眼中的样子，因为你的标准永远是最高的，就是其他人哪怕会劝你怎么样的，但是你要让自己相信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来补贴一下，来看这个信念如何稳定下来，有什么补充的信息。今天的牌面卡牌是卡洛蒂斯，这里有正义牌、女皇牌、命运，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就是你要相信你做的一切事情啊，就是默默当中有着无形的时候在推动着，在维持的这样一种平衡。你在这边失去的多一点，你在那边得到的就多一点。你看工作可能会比较累，或者感情上负担很重，那你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其实你是非常傲人的，你有自己骄傲的一部分，你有自己孔雀开屏的时候，一切都是维持在一个微妙的平衡当中。所以讲你要相信上天不会亏待你的，但是这组牌很容易，你会把自己的期待呀，特别投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然后可能会看不到其他的情况，也看不到命运其实在无偿的给到你一些补偿，给到你一些优待，你是有在受到眷顾的，所以要相信这一点。那有些时候可能时间上来的不是这么准确，它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就可能它是错开的，就现在给你挖几个坑，你会跳进去，然后坑的还蛮久的，那其实在这之前或者在这之后啊，有福报在暗中埋藏着，在等待着给到你。女皇牌其实是一个很具有光芒闪耀那种特质的，而且这种光芒它并不是就是很直接的在外人面前展示出来，要更多是你内心深处的一种品质，一种积淀下来的能量。所以可能你外在的比拼上会慢一点，就一定可能是没有这么快的。
去得到一个东西，但是你要相信你的成功，或者说你能得到的东西啊，它就是上天会帮你进行一个筛选，它会帮你进行考验，所以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或者是相对没有那么快的，就是因为它要帮你检验一些事情，要过很多个门槛，甚至要经历一些苦难，经历一些时间的洗涤，最后确定下来这个东西是属于你的，就没有问题。我们帮你检验过了，然后拿到你手里边，你就很自然的得到，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你要相信，就是好的运气，或者是真正属于你的时代，在后面等待着你，就它不是一瞬间的一个情况。然后你现在只要相信自己，不要太过执念于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很简单。然后至于其他的一些安排，交给老天，就是正义牌，无形的力量在掌握着你生命当中的某些平衡，然后可能你的生命在后面会有一些转折，那这个转折它也是理想之中的。等到它到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意外的，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后面出2张大牌，已经某种程度上把焦灼感或者是一种干燥感给化解了。因为你会看见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玄妙，很多缘分它不是你准备了多久就会在什么时机出现，它其实有点就是提前在你的准备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你以为你现在在准备的，但其实上天在你准备之前就已经定好了这个事情。那具体它就是会在一个时间节点发生，那到时候你只要拆开这个礼物，拆开这个包裹就可以了。然后呢，你会变得强大起来。这种强大是你得到自己的认可，就是当你发现你完全不在意那些其他的声音的时候，那这种时候是你内心真正有力量，真正纯净有底气的一个时候。你会拥有很多秘密，当你发现这些秘密不会拖垮你的时候，他们就是真正发挥力量的时候。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望跟野心，他们都会在不同时间来帮助你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这是给到第2组牌朋友们的解读。然后喜欢我的视频，感到有启发，欢迎帮忙给我点赞订阅哦。这里是第3组选到这个葡萄味的，你们当下需要有什么信念？这里是漂亮的 Death 死神牌，需要相信就是一些誓言它是能够得到验证的，相信你以前想过的一件很深远的事情。其实之所以你会想到很后面，是因为你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信念，你一开始就知道它会实现。所以讲你会想到很后面，那它的实现方式可能中间是有曲折的，它是有一些要做一些牺牲的。因为死神这个时候他并不是走在一片贫瘠的道路上，他需要去摆脱眼前的这些诱惑，然后他才能持续的前行，往他的最终目标上去前行。你要相信，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些好处，反而可能是短期的，是诱惑性的，或者是过持久的。你现在没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是你更加需要的，是一个更加有潜力去长时间维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边的信念只是要相信一些自己以前就相信的事情，不是现在的相信，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的以前，甚至有点像是前世的一些记忆，它被延续到了今生，然后你会莫名其妙的就觉得这个事情会发生，或者是对一件事情有非常坚定的一个判断，然后它没有那种外部的什么依据啊，或者是其他的支持啊，可能这条路上就是你一个人在坚持着，就是你一个人看不到希望，但是你自己会造一个希望出来，你相信你有这样制造希望的能力。甚至有些人会在这其中写下一些愿望，或者写下这些欲望，你就像揉一个纸团，然后抛向未来，你不去管它，但你就知道那个纸团一定在未来的哪个地方等待着你被打开来，是这样子。然后你可能为了要去打开那个纸团，你这一路上你都要经历一些考验，甚至放弃掉很多事情。我们继续补充来看一下，就是第3组的你要相信的东西是很玄妙的一种没来由的感受，就是很坚定，它不像是幻想，就像是刻进灵魂，刻进 DNA 里的一种记忆，然后它有被触发的那种时候，就是你要相信它有一天这种记忆是会被触发的。就是让我想到柏拉图，他的一个概念就是灵魂在世，他要去学习，他通过学习为了达到什么目标呢？
就是为了回忆我们过去忘记的一些知识，忘记的一些神圣的力量，忘记的一切会通过精神的学习来找回来。我们补贴一下，看看这个信念怎么样稳固，然后有什么其他的补充的部分。看新币1，就像刚刚那个纸团吧，就是你会发现外界给到了机会，在未来给到你的机会，其实你自己已经抛出去了，你现在就是等待这个收割的机会，然后也是有新币7，如何去巩固这样子的信念，这是正常的生活。但是新币7的话，你需要让别人看见你，你一个人在暗处行走太久了，其实不太倾向于去向值得的人求助，你需要去建立一些比较有信任感的关系吧，就是你相信一些事情，完全是你自己相信，但是有些时候你不一定需要认同，你只需要有点像让更高层的一些高维的力量去理解你，是一些沉默的力量。我会觉得这组多读书，不知道为什么，多采摘一些智慧的果实，去验证你的这些想法。要知道，你一些很深刻的信念，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可能你现在觉得身边只有你一个人相信这些东西，但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甚至很多世纪，远古以前，一定有人，而且不只是一个人有过同样的想法，并且他们以他们的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了，他们在无声的给后世人指引，然后你有缘分遇到这样一些沉默的灵魂，你可以跟他们进行对话，你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或者在学习的状态下，你会领略到自己的一切，不是妄想你的一些想法会被照亮，因为它原来处在你自我空间的一个黑暗当中，甚至它被你关进了一些不可告人的那种盒子里面，然后你会藏得很深，但是沉默的灵魂会照耀着你，就是无声的力量，知识的陪伴，你不需要去信任，就是现实当中的人，因为那个东西太飘了，那个东西它不牢靠，真正牢靠的东西就是看得见，然后可以反复品味，反复去理解的。你需要这样子的理解，你也值得拥有这样子的感受和感悟。然后我觉得死神牌，你需要巩固的是一种对知识的信念，它并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说你先前有一个自己的感受，然后再到就是一些更大的海洋里面去寻找某种证实，就是这条路途注定可能是有点孤独的，就是你一开始因为就选择了一个相较其他人而言比较不那么大众的选择，但是就是这条也会帮你去赢得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聚落，它是有点像是已经被证明了是可行的，但是你要再去做一遍这个证明题，用你自己的方式得到一种答案，你会得到的就在不远的将来。这是给到第3组牌朋友们的解读，然后喜欢我的视频，感到有启发，欢迎帮忙给我点赞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